今天我很高兴，又很荣幸的在这里和大家聊天，感谢大家的光临。我呢，天天修行，天天念佛、持咒，天天心里头就是想着用最慈悲的心修炼自己，帮助有缘的人。那么这样的人也算是修行人。那么一个天天心中充满着慈悲的人，那么他给人的祝福可能就是那一句话，也许会很起作用。所以当把这个一些好处吉祥的话送给你的时候，你心里就要想，我收到了要这样想，可能幸运就会降临在你的身上。好，请问在座的诸位，曾经来学习菩提禅修，自己感觉到自己的身和精神真正受到益处的，请举手好吗？在学习禅学的时候，对我们有没有帮助呢？刚才在座的诸位举手，尤其是新来的朋友就看到了，这个东西还真有些作用嘛。在美国，有一位在纽约华尔街工作的一位朋友，在美国华尔街懂得一点金融的人都会听说过这个名字，那这个朋友呢，就在华尔街的那个股票的公司工作，还是位高级的工作人员，因为工作压力大，每天睡不着觉，长期的失眠，他每天要吃很多那个要促进睡眠的药，都睡不好，睡不踏实，那个头顶早早就脱光了，像富士山一样。那么为什么这个样子呢？压力大，他又买一个大房子，买2部车，养4个孩子，1个老婆，都特别艰难，又有公司老板给他的压力，虽然赚钱不少，但是身体就不行了，从长期失眠到耳鸣，耳朵经常嗡嗡响，这个2个眼睛永远像睁不开，2个眼睛像熊猫眼一样，不是眼珠黑黑的，是眼珠并不太黑，但是眼睛外面一圈黑黑的，这个我的靠近他吃饭的时候，我就觉得是不是吃的饭菜臭了？当我仔细辨认过之后，发现臭味是从他的嘴里发出来的，所以因为有朋友介绍能不能帮他一下？好我就给他加持一下。之后我说想不想真的好？当然很想医生告诉他，你现在的骨头是80岁的，可是他的身体，他的年龄才45岁，他吓得够呛。我说那你这样每天呢，到我们的禅堂来做大礼拜，就是磕个头。那我们很多人都知道磕头不同宗教信仰的人都磕过头嘛。我们有一种磕头的修行方法，很多比较懒的人，又有心眼儿又有智慧的人，又比较懒惰的，想身体好，可以先试用这个方法，就是在那个神像前、佛像前，去磕头。我们有一套方法，很简单，所有的人都能学会。我们的法没有非常非常的特殊性，给大家公众修行的方法，只是好多人没有去理解那一种方法原来对我们的健康是有效的。我个人也从小修了不同的对我们
健康有帮助的一些不同的方法，不同宗教、不同门派的那我还给现代一些比较有缘分的人，叫我看着你还比较顺眼的人传授，就是八卦内功，就是伸着手很简单的动作，围着一个树转圈这是我小时候修的一种功夫我们叫做八卦内功就是走那一个圈，每天半个小时好多那种高血压脂肪肝、精神压力大还有呢底气不足的人，经常心慌的人还有手比较冰冷的人。好多人知道，如果作为女人在一个需要生宝宝的年龄的话，如果手摸起来比较冷的话，有可能不容易生育那可能到处去求医不知道结果如何。但是有这样的女同修到了我们这儿来修行之后通常时间不太久就可能就会有宝宝了，因为走一走之后她的手就会变得温暖起来就会温暖。它是一种聚气聚集能量的一种修行的方法，是古代中国的道士进行修道炼丹的一个方法他们想让自己达到高能量，有一天会飘起来到天堂那这个方法到底能不能让它飘到天堂我不知道，但是通过这个方法来训练自己，让自己的那个冰寒的手变得温暖。如果手温暖之后，其实代表着哪里呢？手掌的温暖代表着腹部的温暖，尤其是下腹部的温暖。不管男人还是女人，如果你的手掌是冰冷的，通常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你的元气不足。元气不足会引发很多疾病的现象，像容易心悸胸闷，还有经常胆小遇到别人不害怕的事你就会很害怕，这都是能量不足。所以最带来直接的麻烦就是不容易生育。所以训练一小段时间之后，就可能会达到如愿以偿。所以在我们的修行之中很简单的修行方法，但是是最有效的我个人从小就是因为身体不健康身体比较差我生在1964年，那个时候我们中国比较贫穷，我们家是更贫穷，所以我妈妈怀我的时候就吃不饱饭，就正常的饭食没有今天我们看到玉米，那是玉米都吃不上的所以我自然就会营养不良所以从小身体也很差。对，到后来遇到我的师父，教授我这些修行的方法让我才身体变得越来越好原来的疾病都好了身体越来越健康。再后来发现自己有能力帮助别人得到健康。在很多年前，在中国我的祖国有传法让很多人受到了身体的益处从2005年我从加拿大的温哥华开始向有缘人开始传法到现在也是有很多人开始受到了好处，就是想让自己身体健康起来，让自己的心灵更加开明快乐起来，请来我们菩提禅修效果是特别特别的好。好多人痛苦的根本不能工作不能上班，不能养家糊口，到这儿来之后就修了一小段时间，就能够恢复工作恢复到正常的工作之中、生活之中我是觉得很欣慰所以我们这个禅修的方法
就是让我们通过一种特有的方法，让自己的身体清静下来。越是清静的身体，越得到好像是自然界宇宙的能量。到底这个能量从哪里来，我是需要慢慢的研究，说不清楚。反正我们身体好了就行。但是我们作为修行人，相互测试这种功夫的时候，是发现用这种清静的方法，其实是达到了一种让能量越来越强大的一种作用。你想，很多人去运动，去跑步，去打球，只要一动，全身出一身汗，这个能量呢，其实除了消耗之外，消耗掉的10分的能量，但是得到的是100分的能量，就是将废旧的能量消耗掉，将新的能量来到身体上。这是一般运动的这个锻炼方法，也是非常好的。这我小时候经常做，也去打过球、跑步、打拳都练过。但是对我的感受来说，对我的健康帮助更大的，反而不是运动，是修行，是安静下来。这个是打破了我过去的一个很幼年的思考，觉得运动才会更好吧。可是才发现，一种不运动的方法效果更好。那么这个方法就是禅坐和观想。那么学过的人当中，大家会问我，那我们学过菩提禅修好几种方法，哪一种对身体健康最有作用呢？我提醒大家，那就是大光明修持法。大光明修持法是最好的、最全面的，只针对补气补能量，就单纯的补气补能量，那就是八关内功，对有些人是很有效的，那么又能修掉你的大肚子，让你快速的减肥，让你的什么心血管、脑血管，高脂肪，甚至是忧郁症等等一些问题快速好起来的话，做大礼拜。还有敏感症，敏感症的人修大礼拜，还有八关内功是最有效。等八关内功修得更高之后，再修大光明，我们的身体就越来越完善，有健康问题就会得到了更多的解决。无论任何一种疾病，如果你觉得想来试一试的话，那是最好了。提醒大家，要修，其实不用花很多时间，每天1个小时，108天，要坚持108天，每天修1个小时。如果你有健康问题的话，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因为得病可能在不知不觉之中，但是想治病的话，有些人一辈子你的病都好不了。所以花上108天的时间来进行体验。所以跟我来学习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神经系统就放松了，那有些疾病就自然的正在康复之中。听我聊天呢，有一个小小的提议，希望你呢身体放松了，身体放松。你家里的是非的问题呀、工作问题呀，你先不用考虑。如果很幸运的人，可能今天听我聊天这个过程之中，有些健康问题也许是得到了一些帮助，有些问题可能自己在不知不觉之中就已经消失了。在放松了身体听我聊天的时候，也许幸运之神就会降临在你的身上，可能你的疾病也许就减轻了，也许疾病就真的好了。好，这个时候说收到的人是真的有悟性佛教讲慧根，这种人有慧根，慧根就是
听人聊一次天，自己就开悟了，明天发现自己已经成佛了啊，这就是有慧根的人。有慧根的人呢，赚钱不用特别操心，啊，因为有慧根嘛，慧根就是有吉祥、做了慈悲的事情，这样的人，有吉祥的能量和基础的人叫有慧根。这样的人赚钱不用特别发愁，啊，只要有一天你稍稍开悟了，也许钱就来了。到底怎么来的？每个人不一样的啊。有的人说我5年前买了个股票，跌得很惨，啊，我就不理它了，啊，到明天才发现，把你的股票号码上网一搜，说现在已经涨了100倍了啊，哎，不小心就发财了，啊，还有的人走路，啊，捡到一根大金条，啊，因为也没人要，我把你脚还给踢痛了，啊，说拾回家去吧，哇，拿到手里怎么这么重啊？去化验一下，发现是一根黄金啊。就是很幸运的时候，真的是，钱财和美好是来找你；不幸的时候呢，你拥有的幸福和钱财会从你手里溜掉。啊，在过去啊，我偶尔去看到不同的人家的时候啊，有那么几次，我就发现，有一个人请我去他家做客。当我刚走到他家门前的时候，我是说第一家，我就看到好恍惚的一种影像，一个金色的小娃娃，啊，光屁股，就从他家梆梆梆梆梆就跑到对门家里去了，啊，等我去了他家之后，我发现到他家之后，我的身体上感觉到一种冷飕飕的感觉，他家又没有冷气。反正总觉得不吉祥、不自在，啊！之后他的儿子出事了，他们家赔了很多钱，原来生意做得不错，啊！从那儿之后，家庭就衰落下去。我再说第二家吧，啊！我去第二家，家里穷的呀，也是可能像和我们家小时候一样穷，但是我去他家的那个大院子里，就觉得身上很温暖，很舒服，心里也很舒服。啊，他们家的人呢，既穷又老实，又很实在。当我在看到他们家的人的时候，我心里觉得好舒服，好自在，好吉祥。那我想他们家会不会发财呢？他们家会不会有好运呢？所以我就到处在他家瞧啊瞧啊瞧，啊，在他家我们叫里屋吧，就是主人房、主人的卧房那个里头。暗暗的地方，有东西往里钻，老鼠进门，就会意味着你家有财富啊，过去叫粮仓，你家有粮仓，它会引来老鼠，尤其是遇上金色的老鼠啊，他家非发财不可。啊，不讲他家怎么具体发财的了，后来他家人丁兴旺，每一个孩子，从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他这3个男孩各自做小生意，现在越做越大，啊，就大得不得了，成为大富豪，啊，这个真是很特别，很特别。所以这个慧根呢，很重要。那么慧根怎么来的？很多人会刨根问底，我也喜欢刨根问底啊。慧根就是经常做善事，帮助别人的人。就会有了这种慈悲吉祥的能量，会累积在你的生命之中，从前世追到今世，从今世再到来世，这种慧根、这种吉祥的能量，一直是跟着你这个元神在走，也就是你的真人。你这个肉体哪怕已经死亡了，来世你变成不同的人的时候，它这种吉祥的能量还会伴随着你。如果这样有慧根的人，如果转世到一个贫苦的家庭，你这个家庭就有福了，啊，这个家庭会因为生了这个孩子而家族兴旺啊，所以大家多做善事啊，多做吉祥慈悲的事情，啊，我们就会
发财，就会幸福，就会顺利。这也是我自己的总结吧。所以在看到不同的家庭的时候，有些人喜欢打人啊、骂人啊、伤害别人啊，特别尖刻呀、斤斤计较啊，他家的那个财富，那个金娃娃就会跑到别人家去。如果他家的人很慈悲的话，这个金娃娃呀、金老鼠啊，幸运之神就会来到你家，多做善事。在听我聊天的时候，你的心里头还想着我是最慈悲的，我是最吉祥的，对，我不骗人，我不做坏事，要这样想才行，所以这种我们修半天修的结果，其实是修的是能量，修吉祥的能量，我们的心就会想象吉祥。对，其实好多是非就是引发，是因为我们心里所想，对，所以由心由一个意念所决定我们的行为。但是谁都想好，谁都想让自己更加吉祥啊、富贵呀、自在呀。可是我们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做。我和一些相对比较年轻的人聊天的时候，看到人有灾难的时候，我说走，咱们一起去帮助他。有些人就说为什么帮助他？我说他太穷了，太苦了，我们就帮他。他觉得穷不是他的命吗？我们凭什么帮他？他应该体会痛苦，应该体会贫穷。我说是啊，就像譬如说海啸和大地震发生的时候，也许被砸死的人，也许从天意来说是该被砸死，但是活着的人好痛苦啊！他的孩子可能变成孤儿，老人就变成没人赡养的孤寡老人，饭都吃不上，又没有赚钱的能力，多可怜呢！那也有人说，这个是他命中所造，这是他的业力，这是他过去没做好事。但是我们今天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这个好事就应该让我们来做，我们就应该去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正在受灾、受难和痛苦贫穷的人，我们就会得到未来的一个福报，就是好心有好报嘛，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更高境界，当然我们不图回报，我们帮人不图说我自己会吉祥，所以我才帮你，不图这个。这个意念是由自己的心中自然的反应。就像你看到路上有人撞车了，我们过去去帮忙救助，会一种自然的反应。这就是一个善良的人。所以多做这种善事，这个吉祥的能量就会来。这个吉祥的能量首先来自于被帮助的人。譬如说你帮助过他，那么这个人呢，被帮助的人呢会说：哇，这个人真好我很感谢他，祝他吉祥，祝他幸福。所以当对方心里产生一种感恩的感觉的时候，那个能量就会怎么说呢？像一团金色的光芒，就会来到你的生命之中，你这人就开始吉祥了。所以希望大家要懂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多做善事，我们就会吉祥，但是不管你吉不吉祥，你的生活方式不对、不正确，我们还会产生疾病。我们的思维方式不对、不正确，会因为思维的方式不同而产生疾病。有一个人，就是一位女士了，她2个小孩子都5、6岁。我一个朋友呢去她家做客，所以她的小孩子端一个饭碗，就是小孩子喜欢跑，不小心滑一脚，把碗摔碎了。他妈妈先过来就把孩子抽了2巴掌，之后说：“你知道这个碗多贵吗？”我的朋友听了好生气呀，好伤感。你先不问孩子有没有摔伤，有没有划破手，你怎么先去打孩子？说知道碗多贵吗？对。所以这样的一个行为，
他就注定不会吉祥，不会发财，因为那个心胸太狭窄，太关心一个小小的东西，应该是以人为本，先关心你自己孩子的健康问题，用一个博大的心胸看待一个事物。孩子挨打了，碗也摔坏了，但是这位母亲呢，孩子气得高血压病犯。又换一位母亲呢，用宽松的心看待这个事物，孩子摔掉碗、摔坏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先问：“哎呀，宝贝有没有摔坏？有没有扎到手啊？有没有摔坏身体啊？”检查没有事，没有摔坏身体就好。他不但不生气，反而还升起一种母爱的慈悲，自己不但不会因此而得病，不会气坏身体，这个母子的感情是多么幸福啊，多么令人羡慕啊！所以不会做母亲的这一位，把孩子打了，碗也摔了，他在乎的是摔碗的那个碗的价值，自己还很生气，气得高血压病犯了。所以你看，一个不正当的情绪就会引发健康的问题，来引发疾病。多少人的肝癌是因为生气造成的，多少人的心脏疾病是因为生气，多少人的胃病是因为单相思念。对了，所以有很多我们的思维方式的问题引发疾病，还有生活方式的问题引发疾病。多少人有那个关节炎呢？请举手。有时候一阴天关节就会痛，腰酸背痛，腰酸背痛的请举手。举高一点，这么多人看不清楚。好，恭喜你们！不能恭喜。好多的关节炎就是因饮食不当造成的，好多关节炎，还有少数痛风的。大家知道痛风这个名词吗？不知道，只有痛风的人才知道。就是可能手指或脚趾头痛，大拇脚趾痛，痛得要死，没有医药可救的。除非用有种类似毒药的药来止住那种疼痛，但是对身体伤害很大。就是因为吃什么呢？吃冰的。今天我们有了冰箱、冰柜、冷冻食品、冷冻饮料，所以我们经常喝冰的东西。第二，喝啤酒，冰冻的啤酒，吃虾，再吃羊肉，这三样配在一起，一定会得痛风。关节本来就不太好的人，喝上一杯冰茶、冷冻的饮料之后，你的关节就开始痛，知道吗？这是饮食问题。有的人你的关节天天痛，你说哇，我这是造了什么业了？我怎么会天天痛呢？饮食不正确。对，所以因为心情引发疾病，因为生活的不正当的习惯引发疾病，这太多了。还有人腰受伤，没有得到充分的休息，容易受伤。第二个，搬东西的时候动作不正确，引发的受伤。可是这些我从小就得到了训练，搬东西，好多人搬重东西从地上搬起来，一般都是蹲下去弯腰，搬的时候腰再直起来，对不对？腰就容易受伤，而是蹲下去，腰是直立的，用腿来支撑站起来，腰就不容易受伤，所以有时候很简单的动作，我们就是不注意。还有重复反复在作业的一项工作，你的高度有问题，身体的正确性不够准确，不够正确，引发疾病。比如你个子矮，工作台太高，容易引发疾病。你的
手关节就容易得病啊。现在有一种疾病，我们中文叫腱鞘炎，手腕上，医生救不了。得了这个病没有办法之后，手腕肿得很大，不能工作，到西医就要开刀，我不知道开刀之后会怎么样。对，造成这种疾病的，其实你的桌面降低一点，椅子变高一点，就会避免这个疾病了。不会工作，我发现很多人不会工作，不会健康的饮食，要想学会这些，请去上网去找我的资料，讲课的内容之中，健康的饮食的方法，还有怎样让自己的心更加平静自在。在我过去的讲课之中，讲到了很多这种内容。因为很多的疾病，尤其是非常严重的疾病，是因为情绪造成的。那么佛法从释迦牟尼佛开始传授到现在，其实很多人并不太会，只是有的人捉住了一点点，有的人得到了一小部分，有些干脆就走形了，不是原来的要的那个样子，已经改变了那个原来的应该有的那种佛法，所以呢，今天大家因为想学习禅，想学习佛法，让自己身体受益，已经很困难了，那么现在我们这个菩提禅修在传播之中，就让大家从中体会到，让自己来受益，先从这个身体受益。有头部疾病的，头部疾病包括头痛、耳鸣、失眠症、骗人，都算是头部疾病。你没病为什么骗人呢？好，有头部这些疾病的请举手。好多传说中的这种神奇的法术像神话故事当我把这个苹果里面挖空的时候，可能你的那个头部的疾病也许好了，也许好了。还有很多小朋友说，我的读书，我的成绩不是特别好，我的记忆力、我的判断力、我的思维力不够好，我也帮你给你掏一掏，把你的里面的那些不好的东西往外挖一挖，留下来的补充进去的就是好的，所以以后你读书比较聪明有很多老人呢，智力开始退化，从那之后，从今天开始，有些人开始越来越聪明，还有从现在开始，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你开始不饿了，开始不饿了，就是出现一种就是辟谷的现象，就是你看你从生下来开始就吃东西，你的胃口没有休息过一天。今天从现在开始，我就让今天在场的最少有100个人1个礼拜不吃饭，但是活得还是好好的。跟我学习最长久不吃饭的，我说多了会吓住你大约3年不吃饭，也不吃米，也不吃面，也不吃水果，每天最多1杯水，3年活得很好，每天工作一样很好的。我爷爷在世的时候，他呢给人治牙痛，人治牙痛一般都是用药的，还有一种牙医的就是拔牙，哪个牙痛就拔哪一个，都痛就都拔光了这种医生也是有的。但是我爷爷给人治牙痛很好玩，他呢用
桃树的小木头，做成一个一个的大钉子，那么粗，前面尖尖的，用一个锤子，他在地上画一个大嘴巴，啊，他拿那个桃木的那个，北方叫木橛子啊，也叫木头钉子，啊，去往上钉这个桃木橛子，啊，那通常大概10分钟左右，通常牙痛的人就不会痛，但是保证牙齿也没有掉，还在嘴里头。神嘛，这都不叫神。神的是在这里，看一会儿多少人头痛就好了。更神的还在更后头，更神的是，过去那个腿啊，都蹲不下去，腰弯不下去，一会儿让你腿蹲起弯腰，行动自由。还有的人呢，头里面长肿瘤啊，有问题的多了。还有呢是癔症，一会儿都会帮大家。好，大家拍拍头，拍拍头，头没有病的也拍哈，让自己更健康、更智慧。如果方便的话，用手指梳一梳头，这样用手指从前往后梳。梳头很少从后往前梳的，从前往后梳啊，所以聪明、智慧、快乐。好，再拍一拍胸口，拍自己的哈。好多人还好心拍别人的。好，跟我一起模仿我哈。哦，大家好聪明啊，一学就会。用点功夫好不好？好，现在马上就检测结果。刚才头还有不舒服的，现在那个不舒服已经消失了，你感觉一下。如果是这样，你就举手和站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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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起来。就这样。好，恭喜你们，恭喜你们。好，恭喜哈。一个是有现场，这一会你的头不舒服就消失了，还有这个能量正在你的身体之中发生的作用。过一会儿呢，就消失的更多了。啊，像听到我说话，我的手挥过之处，我的手挥过之处，你这些问题就开始又走出来了。
非常奇特啊，就是你修到一个程度之后，你的能量达到那么强，就是能帮很多人。同时，对我来讲，这是个很小的一件事情，很小的事情啊。好，我们现在帮大家第2项，有多少人这个脊椎有点问题？像那脖子呀，还有腰啊，尾巴骨啊。好，脊椎有问题的人请举举手。有些人不知道啊，说腰痛算不算呢？你们说算不算？算，腰痛、脖子痛差不多都算，尾巴痛也算。你们怎么搞的？你们互相看看，现在里头还有个好人没有？差不多除了孩子，差不多都举手了。你们举手是对的，因为我刚才讲过，像搬东西啊，谁都可能会搬个东西啊，还有坐在办公桌前，坐在电脑前，你不用很久啊，通常持续工作半年左右，天天死盯着那个电脑的时候，你的颈椎已经有问题了。经常会弯腰做事情的人，腰椎在半年之后多少都有问题，还尤其是有时候搬重东西，腰椎容易出问题。这些疾病医生目前不好治，你们得的这些病我都得过了，它治不了，这个东西不要命，但是很折磨人，没有医药可治的。为什么狗皮膏药一直能卖呢？对，就是因为大家都需要。试试我的狗皮膏药。这些都是佛教的符咒大法，只是很多人不会。我拿报纸把它卷起来。我们身体放松了哈，有些脊椎的问题可能见面1次就好了但是有些如果遇不到一个合适的方法，一辈子会痛苦腰痛的人自己知道多痛苦。现在已经开始帮助大家了，你觉得不知不觉之中，对，就是这样，不知不觉之中。你的疾病就好了。在美国，现在10多年前，有一位在美国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的我估计是核武器什么之类的，这样一位专家，他那个股头就是腿骨的股头，已经坏死了。因为他是这样的专家，这个他们机构给他出钱换那个，要给他准备换一对那个太空材料的那种骨头，都定做好了。遇到我们之后，我给他调了1次，之后他在这修了大概3个月，就不用再换。这是研究最高科技的人。我们现在脚下是地毯，当这一场讲座结束的时候，有些人就会发现你的脚下面留下一个湿湿的脚印子，就你身体的一些湿气病气就排出来了。在过去见的太多了，这个。脊椎有病呢，会引发所有的身体不舒服，它和我们的内脏脏腑都是连接的。无论脊椎有没有病，你就放松了身体，会对你有帮助。再把它烧掉。
好，大家跟我一起做合十，咳嗽，再来，再来，好。如果过去腰痛的，你体会一下，可以站起来活动一下，感觉一下，很多问题已经解决了。这是一种法术，一种特殊的能量，加在你身上去，它还在产生的作用。就像刚才头痛的人，现在那个头痛越来越少。那么这个对于腰、对于脊椎的痛，也是能量还在你身上在作用着。也许会结束之后，你的那个痛就彻底的解决了。我相信来的人就是有缘分，有缘分就有福分，就能得到这些好处。大家还想不想接着再帮你调理身体啊？想吗？好。现在解决大问题。这个问题有多大呢？就是如果你的内脏，就是身体里头的，刚才我们帮大家的头、脊椎、四肢的部分，接下来呢是内脏的部分。像内脏当中有发炎，有什么肿瘤还有我说不清了，因为疾病太多种类了，这个是往外把这些疾病给你抓一抓、掏一掏。我们的做法现在只是统一的一个做法，就是把里面的疾病给它掏出来之后有的人我就不讲什么效果了，反正最后给你带来的是健康，之后你会感觉得到。还有的人像有些肿瘤能摸得到，像皮下脂肪肿瘤，过一会就可能没有了，就摸不到它了因为内脏疾病太多种了我们就不细细叙述就把这个里面的问题取出来。对我们来讲，这些无非是各种的空气、各种的能量组合到一起的，像一团雾气一样，只要我把它拿出来就好了。好，开始了。无论你睁着眼闭着眼都可以。开始。好，大家跟我一起做做深呼吸。第二次。第三次。就咳嗽3次就可以了不是喉咙痒就不要总咳个没完。好，这个内脏疾病的问题当场没法去验证没法去验证。我们是希望是之后你会发现自己这个问题真的减轻了，或者是好了，这是我的祝愿。但是按照过去的经验来说，很多人应该是已经开始受到了益处。
我不求更多，我求今天来的每一个人，来到现场的每一个人，你的身心灵有一样受益就好，只要有一样就好。我们是一种修行，这种修行带来我们的作用，真的就不可思议。一个健康问题得到一些帮助，那么还有呢，就是对身体的皮肤，它都有作用。因为通常说，我们内脏、内在的如果不健康了，那我们的皮肤上、我们的外在上也会出现一些不健康的一些表现，譬如说黑斑、老年斑，像从小长的痣那个不算。就是因为年龄最后长出来的黑斑是内在的问题，像譬如说外在长黑斑，排泄不顺畅，大肠吸收更多的应该排出来的粪便，可是没有排出来，大肠在吸收，吸收的那个毒素就会表现在两个颧骨上有黑色的色素斑点。还有内在脏腑，尤其是消化系统，一直处在一种就是退化状态，不太方便使用的时候了，斑点也会出来。这个斑点不光在脸上、手臂上、身体上都会出现。但是在这儿好好修半年的人，尤其是老人家有很多位修一修之后，自己的老年斑。脸上、手臂上的老年斑退化，或者是几乎消失了。我们的禅修，我们的方法，就是在这种平淡之中，让大家获得益处。我相信在这里学过一小段时间的人，学过1个月的人，都会有自己一个受益的故事那么今天我看举手的人来说，有多一半是学过，这样就非常好，你有过体会。少数人没学过，你就到时候尝试一下，给大家的建议它有时候是很神奇，但是给自己多一点时间，每天1个小时，最好尝试的时间呢是108天，这是一个圆满的吉祥数字。那么每天1个小时，108天，总共才108个小时，3个月而已，每天只1个小时。这样我们的作用就开始明显了。有很多人退休在家没有事干，但是得病的更多，到这儿来学一学，不要懒惰。好多人又很聪明，又很智慧，又很能干，可是因为懒惰的原因，让自己得病，让自己一事无成。希望不要懒惰，改掉自己懒惰的毛病，我们才能健康起来。各种各样的疾病困扰着各种各样的人，那么有很多疾病是可以看到的，有很多疾病使自己痛苦，而没有人可以解决。刚才讲到的疾病都可能有这些问题，现在我想讲的是，有很多疾病是属于癔症。癔症呢，有的人归为精神病，有的人就归为叫做不可思议的疾病，还有的就是有的像是附体，那么综合的这些特殊的疾病，它是怎么来的呢？通常说只能叫做冤亲债主。好，请大家站起来。我们彼此之间做个感应，好不好？好。能量穿过你的手有感觉到吗？
现在我用功夫将少数几个人把你拉出来。你的生命之中可能具有着某种不可思议的能量，来的都是缘分，有的是被你曾经伤害的你自己的孩子或者长辈给困扰的，他的灵魂在困扰着你。我会用符咒的方法将你请出来，把这种伤害给它抚平。众天神听我指令，一切邪神请出来，出来，出来。我会帮你把你的冤亲债主一切怨恨扶贫解决好，会请佛菩萨将他们超度往东方极乐世界，不再困扰着你。天塔红被看见，被看见，马哈被看见，兰扎萨摩，卡迪索哈，天塔红被看见，被看见，马哈被看见，兰扎萨摩，卡迪索哈，天塔红被看见。好，诸位，好，将手啊，两个手重叠捂在胸口上。在场的所有的人哈，对大家有好处。或一起大声喊啊，好吧，预备，哈，再来一次，哈，再来一次，
拍拍头，拍拍头。好，放下吧。各种各样的疾病啊，实在是数不清；各种各样的问题，实在是无法理解。今天是很有缘分，在这里来帮大家。人类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各种能量、各种生命，我们无法解释。但是通过今天给大家一个提醒，一点点帮助，希望你真正的能够受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祝大家幸福吉祥，谢谢。